哎呦，听说您老人家要来，我们全家都高兴的什么似的。老太太昨天都吃了半碗饭呢。哎呀，那是真想我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呀，要不是红儿的母亲那病啊拖了1个多月才好，我早就来了。老太太等咱大半天了，咱们快进去吧。快去看看她。再尝尝这盏茶。好茶。哎呀，你说，这折腾了大半日了，怎么没见你家小孙女啊？她不在家呀？病了。啊？什么病啊？哎呦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我好给她瞧瞧去啊。不是什么大毛病，头疼脑热罢了。你家红哥就应付得来。老滑头。姑娘，老太太房里的姐姐来传话，说是贺家哥在寿安堂等你呢，不肯走。不是让你通传了吗？说我病了，睡着呢。我说了，他走了，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，说是吩咐厨房去做鱼汤，给姑娘品尝一下。他可真有意思，这都什么光景了？浴室早就该收摊了，哪来的鱼做汤？他说是幼阳带来的鱼，是姑娘你最喜欢的。真的是岳阳江里的鲜鱼，便年怎么会有呢？我在幼阳时就见你爱喝鱼汤，得知要陪祖母来上京看你，我就去幼阳钓了几尾，然后把它装在大水缸里，带上马车，每天加点清水。到这儿的时候还有2尾活着。听说你又生病了，我就赶紧煮了鱼汤，端过来给你暖暖胃。何必这么费心呢？人吃五谷杂粮，怎会不生病呢？一时的风寒冷热不必放在心上。你是忧思过度，伤了心神，要好好休养。等你好了，四处花开，你就可以出门拜神礼佛，踏青赏景，视野开阔，自然就心旷神怡了。鱼汤要趁热喝，我可是好不容易钓上来的。晚上江边可冷了，你要不把它喝光，可对不起我害的风寒啊。其实我没害什么风寒，这鱼都是从江上渔民那儿买的，我没费什么力气。这样就对了吧？笑一笑，清心排毒，长命百岁。你还做个什么茶呀？究竟是个什么章程？你总要说了，我才能安心呐。姨母不许安心，我需安心。你要安心，你要安心。那你大可回你家里做茶去，你到我这里做茶给谁喝啊？家里不能安心，只有在姨母身边做茶，我才能安心。
一盏洒地救我小娘。二盏，请以母敬也。三盏，我敬一下。拜神完毕，回家。回家？那你小娘的事情怎么办？你说试过你爹爹，告不准，要我安心。现在你来吃个茶就走，我能安什么心？难不成你来这一趟就是为了做个茶吃，然后回家？是，出馆回家。大娘子何必下车步行呢？让车把式将车赶进山门多好，少走不少路程。你懂什么？自己用脚一步一步走上去啊，才显得诚心。哟，盛家六姑娘啊！何君娘子万福。好好，真是有缘呐！总是能碰着你，想是神仙真人庇护，可喜可喜呀！大娘子近日身体可好？好好，你看这天气也暖和了，金明池边的呀草也绿了，花也开了，你又打了一手的好球，到时候可要来为我助阵啊！明兰近日身体不适，只怕打不了马球，别误了大娘子您的战绩，就不去了。怎么了？不爽来了？我那儿自有上好的山参，回头啊送到你屋里，好好补补气。不用麻烦，就是风寒，多谢大娘子了。哎，风寒没几日也便好了，我等你好了再开马球会不迟，也不赶这一两日。你藏着话，没对大娘子我讲，这可不是咱们家好孩子的做派。我往年去了一次，是为着嫣然姐姐打马球。后来惹出不少是非来。明兰静思己过，想是针尖冒头惹出的祸事。如今我也就把性子修沉稳些，不好打马球了，只在家里写2个字罢了。哎呦，你该把那些闲言碎语啊当风里的猫尿狗屁才是，怎么反拿在怀里闻呢？如兰和墨兰姐姐对马球也是兴致寥寥，明兰也不便前去，只怕是惹出是非来，说伯爵娘子太抬举我了。我原就是抬举你啊，怎么了？谁爱说闲话谁说去呗。大娘子还是算了吧。我明白，你孤身一人在院子里头不好受，也罢也罢。既想让你陪我打球啊，必不让你为难。明日送帖子到你府上，邀你一屋子姐妹呀，都去。这伯爵娘子别是看上咱们家的女儿了，怎么次次有点什么事情都要来下帖子？打个马球都写得这么正直，倒是像那么回事儿。最近，伯爵娘子频频登门，以前可没见她来的这么勤快。我说呢，前些日子还特地跑到咱们家来，看似说闲话，实则是将齐家与云王结亲之事透露给我。闹了半天，是在这儿点我呢，叫我别打齐家的主意了，跟他家结亲才是上上之选。帖子上说，请3位姑娘一同前去，只是不知他看上的是哪位姑娘。
那还用说，自然是我的如兰。我说句话，大娘子莫生气。我瞧平日里，伯爵娘子倒是对六姑娘更亲近些。亲近归亲近，那明丫头不过是马球打的还过得去，对了她的脾气。这要是谈婚论嫁呀，就是另一层意思。就好比你养了条猫儿狗儿的，十分讨你喜欢，难道你还能将这猫儿狗儿的嫁给你自己儿子不成？娘，我不想去那个马球会，厂子里面尘土飞扬的，呛死人了。哪次去回来不是一身一脸的土？我才不要去呢！傻孩子，阿娘我怎么跟你说的？梁六郎对你有意，那这可是天子的好机会。可是大娘子还在呢，她怎么会允许我跟梁六郎亲近啊？只要你胆子大些，做的隐蔽些。上次你去顾家，你跟梁公子不也吟诗作赋了吗？梁家小哥啊，看我如天上的神仙。只不过那个吴大娘子，你光想着这些，怎么能有出头的日子呢？你为娘我当年呀，就是自己主意拿得准，看准了你父亲心软好摆布，这才争下了如今的家当。你生下来就是官宦人家的女儿，就应该踩着盛家的门楼往高处走。伯爵娘子不要淑女，难道那伯爵公子就不要淑女了？阿娘说的有理，我去。开窍啦，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为娘细细的跟你说了吧。尝尝，尝尝啊！哟，快过来歇会儿。这怎么弄的？这一身的土啊！啊，摔了一跤。哎呦，看来今天不适宜出行。没事儿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常有的事儿，别灰心。来来来，今天呀，有岭南来的水果，甜的粘掉牙，快尝尝。铃兰淄博才浅，哪担得起大娘子这样的厚待？哎，谁马球打得你这样好呀？我便厚待谁。过桥呀，也就你这独一份儿了。马球打得好呢，就是占便宜。如今我们能吃到这样好的樱桃，是托了六妹妹的福。不，都是因为吴姐姐，大娘子才应允咱们出门，是托吴姐姐的福才是。就是你懂事啊，不像有些人。六姑娘，你马球打得好，眼光也好，你帮我看看，这场球我们家那傻六郎能不能赢啊？六公子人中俊杰，英姿勃发，赢不赢倒是不打紧呢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他这场球是输定了。不过这话从你这小嘴里说出来呀，咋就让人心里那么甜呢？大娘子说的是，我们家六妹妹一辈子小心翼翼，不像有些人自己几斤几两重不知道，还就想着攀高枝儿。她呀，就是不知道一个道理，这骨骼轻健的人，就算是爬上去了，来阵风也得把他给吹下来，摔个满脸泥。到时候不知道是鼻青脸肿的见人，还是趴在泥里一辈子呢。这丫头。
哟，这球打得好。吴妹妹说的是，然得这世上总有些可笑之人，笨拙粗陋，一无是处。眼看着高枝就在那儿，却认是使了吃奶的劲儿，都爬不上去。后来要去更衣了，去取便来。这，六哥，咱们刚打完球就去做诗会，这也太兴奋了吧！小猴崽，你知道个什么？先帝写诗劝学还说了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我不是给咱们备了更衣的帐篷吗？我去更衣啊。更衣的帐篷不在这儿呀，姐姐之前不是用过了吗？怎么，心下迷路啦？干你什么事？本来不干我的事，但是当日孔嬷嬷教导我们，家里姐妹一体，姐姐若是犯错了，我这做妹妹的也要平白无故的受牵连，所以特来提醒姐姐，前头是一群哥爷们儿在作诗，姐姐不如回头悬崖止步。你吓唬我呢？你不让我去，我偏要去。姑娘，这都被六姑娘见着了，要是再不回头，只怕她要去主君面前告状。我还怕她不成？再说了，我本是不想去的，可他非要挤兑我，我偏要进去。这个说法，就算到了爹爹那儿也够了。你敢用泥巴打我！姐姐，你裙子脏了，去了也是丢脸，不如还是回帐子更衣吧。你竟敢这样打我！我定要跟爹爹说，让他狠狠地责罚你。我只是一时失手，姐姐若是有胆，不妨去爹爹前面分说分说。哎呀，姑娘，要不咱们回去换条桃花裙再来踏青吧？没人注意咱们。好小狼，干得好！回去给你做一汤喝，2碗，10碗也行。六哥啊，六哥，上我的车一道回去。母亲，我还是骑马吧，车里憋得慌。上车。母亲，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岂不是更好？回家，一回到家你就钻进屋里，跟春科那个小贱人卿卿我我，还有心思听我说话？赶紧的，上车。来，今天呀，盛家的六姑娘走得早，你们也没说上2句话。不要紧，过几日办个花卉，我再去下帖子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
到时候你若是再推三阻四，躲着不见，以后你父亲说你什么，就不要来找我了。也不知道盛家那个庶女有什么值得母亲挂怀，木头一人，除了打个马球，什么也不会。庶女？你那个春科还是你庶长兄的戚房家的庶女，我不曾见你嫌弃啊。哎呦，疼得心肝肉一般，啊！如今反倒挑盛家这样官宦人家的庶女，真是。母亲，上次打马球，我瞧齐国公府家的小公爷对他颇有眷恋，你可得打听，是不是齐家已经定了他做妾室？别没得白相看一场，空费了心思。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事儿。盛家是清流的书香门第，怎肯让孩子去高门大院做妾室啊？岂不让他们那些读书人笑掉大牙？我看呐，就是因为明兰这孩子太好，惹得那几个没脸的人妒忌，才生出这些闲言碎语。那万一是真的呢？要是真的，那齐家的小公爷呀，可比你有眼光。母亲，说出去终归不好听。咱们梁家还要脸面。你若真是要脸，就把那小狐妹子给轰出去，我指定不逼你娶盛家的姑娘。小娘，我已经退让你了，你只要听话，娶一个贤惠的正式娘子回来，将来你要哪个做你屋里人，我都不吭声啊！母亲，若真要娶盛家的姑娘，我倒觉得4姑娘比6姑娘好些。住嘴！你想都不要想，那又是一个轻浮狐媚的货色。只要能讨人欢心，什么事儿都敢应承。你若娶了这样的人，将来科举仕途就绝了指望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胆敢再跟他眉来眼去，坏了你盛家的这门亲事，我就将你屋里人统统撵干净，你信不信吧？真是气死我了！这些料子都太粗笨了，唯独这块蝉翼纱还过得去。颜色未免艳了些，做成衣服上身，未免显得俗气。这是时下汴京城最时兴的料子，每次一上货，不到半日就抢光了。时兴有什么好？大家都穿这料子，倒显不出我超逸出尘了。你再回去啊，挑一些颜色雅致的好料子来，不拘什么价格，我们买得起。是。你就是这么沉不住气，一件衣裳有什么了不起？弄脏了一件，再做个10件8件都行，用得上说嘴吗？倒是这6丫头，这心机啊，可真是。阿娘，你怎么总是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呀？来日方长着呢，10次8次的雅集，要想见六郎，我有的是机会，保管他都听我。可我瞧着，得提防着点这6丫头，别回是她知道什么了吧？6丫头蠢蠢笨笨的，妄想攀高枝，谁知道那个平宁郡主把她玩得团团转，闹了不少笑话，哪能跟我比呀？小娘，你要再这么说我，这个六郎你就自己去相会吧。你这才出去几天呀？啊，翅膀就硬了？小娘，什么事儿？我刚从魏瑞轩路过，正听里面摔盆砸碗发脾气呢。我趴墙根一听，原来是大娘子正在骂，说伯爵府吴大娘子送来拜帖，只要6姑娘娶。什么？你可听得仔细？我听得一清二楚，姑娘。
那帖子上说品香插花的雅集，请咱们姑娘都去。大娘子怕五姑娘漏气，说五姑娘身体有风寒，人家说六姑娘去就行。什么？姑娘，凭什么不让我去？他不会插花，我会啊，我又没有得风寒。哎，我想去。怪不得每次上门的时候，他都拉着明兰那丫头说个没完。原来贼心思都一直在她身上，却拉着我的如兰当幌子。这日后要传出去，我不知有多丢人现眼。这吴大娘子打的什么算盘？难不成那梁公子身上有什么缺陷？那梁六郎我没见过啊，生得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又是伯爵公子。日后虽不袭爵，却有万贯家财分，还有阴官。这么好的姻缘，竟然便宜了那贱丫头，叫我如何不恨？你倒悠闲啊！还有什么心思看闲书？我就是急上了天的伯爵夫人，也不愿意让我当儿媳啊。你究竟能不能给我争口气啊？嫁到伯爵府就是争气了。母亲您是忘了我大姐姐了吧？她倒是嫁得好，嫁过去之后没一天安生日子。这就算是生了儿子，婆婆跟嫂子还是继续欺负她。袁家才3个儿子，梁家有6个儿子，人多口杂，盘根错节，指不定比袁家还无糟呢。我才不要嫁到那样的人家去。你既不想要这姻缘，也就罢了，只是便宜了明兰那个丫头。大娘子莫生气，上次回右阳拜宗祠，老太太已经把6姑娘记在了大娘子名下。这桩姻缘，若是落到6姑娘手里，也一样是在咱们名下，只怕林七阁那边真的是要气死了。小贱人，更是别做梦。阿娘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眼看着明兰就要嫁入伯爵府了，8字还没一撇呢。梁家也未曾上门提亲，这事就不算是定了。你慌什么？我怎能不慌？吴大娘子都定了明兰了。吴大娘子认定明兰不打紧，要紧的是这梁公子心里头有你，这就有转机。我同这梁公子虽然见过几次面，说过几句话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心意到底如何。毕竟眉目传情和谈婚论嫁这是2回事。再说了，就算他真的心里有我，也未必肯娶我呀。谁刚才嘴硬，说这个梁家公子包管听你的，如今倒是急了。阿娘，你就别说我了，就算他看上我了，他也不敢违抗母命啊。傻孩子，当初你爹爹不也先是有了正室娘子，上头有老太太，那还不是破例纳我进门了？又给了咱们田地、铺子，让咱们现在衣食丰足。所以说呀，这父母之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怎么抓住郎君的心。有了这些，你自然就立于不败之地，啊！后来大娘子是怎么回复梁家送帖子的人？起初大娘子气得要命，后来忽然又不气了，跟梁夫人说，五姑娘不去，那盛家的姑娘都别去了。他这就是故意的。娘，我若见不到梁六郎的面，任凭我有天大的手段，我也施展不出来啊！一点风吹草动就坐不住，能成什么事儿你？你能成事，那你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事恐怕还得先去求你爹爹。你去。
起来起来，我有事儿同你说。怪不得你来我这儿安置呢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这话说的，我就是问问。我听说永昌伯爵娘子请咱家女儿过府雅集，你为何给辞了呀？如兰染了风寒，身体不适，去不得。官人和老太太平日拎着耳朵教训我，要我一碗水端平。那若不能3个姐妹同去，那就都不要去好了，这样才显得公平。我知道你心里头为如兰盘算着定婆家，可是墨兰、明兰他们的婚事也都在那儿悬着呢。这林氏，她一个妾室，她无法四处应酬，那自然都得靠着大娘子你了。明兰有老太太替她盘算，轮不上我插嘴。那墨兰，天资又好，人品又佳，还愁没婆家。方才还说一碗水端平呢，非3阻4的，还说不偏心。那好，我去。不过人家伯爵娘子有话，只叫明兰去。那墨兰呢？那吴大娘子连我如兰都看不上，偏偏盯着明兰，我还叫墨兰去，我这不是有意跟人起争执吗？谁叫她运气那么差，不入伯爵娘子的眼？官人，你可别再说我偏心了。四姐姐，是四姐姐在那儿吗？我本来是要去跟祖母请安的，正好路过这儿。啊，我还以为四姐姐是得了我要出门的消息，特意来送我的呢。品香插花，吟诗作赋，我哪样都不如四姐姐。只不过姐姐你不喜欢伯爵大娘子的雅集，不然你去了还能为咱们盛家争点光彩回来呢。我原本以为你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东西，没想到也是一个两面三刀、说一套做一套的东西，给了一点好脸就往上贴。哎，你打扮这花枝招展的，是要勾搭谁呢？姐姐，你说话真是难听呢。我是去做雅集，若是有哪位郎君能够赏识个一星半点的，那也是知音而已，怎么谈得上勾搭不勾搭呢？你明知六公子在，你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。六公子？哪个六公子啊？姐姐说的是哪家六公子啊？张家的、王家的、谢家的、李家的？姐姐，你说的是哪个六公子啊？姑娘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们先走吧。晚了半步，大娘子可要瞪眼骂人的。四姐姐您慢走，妹妹先告辞了。死丫头，想踩着我攀高枝儿，做梦！这天黑了也不见回来，平日里见他出去也不会这样，定是明兰这个丫头伤赶着去巴结吴大娘子去了。风尘梁六郎不肯走呢，说不定还说了我不少坏话。哎呀，我又出不去这屋子里的门，浑身的手段也施展不开，我怎么坐得住嘛？快收拾！你也不用脑子想想，有大娘子在那儿，她能眼看着明兰攀上伯爵府这棵大树啊？大娘子不会帮她，更不会帮我。想来想去，这件事都是我吃亏，事在人为。
你现在自怨自艾、撒泼打滚的就有用了。坐下，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，一点闺秀的做派都没有，眼看着就要去寿安堂给老太太请安了，你这样不是白白让人看笑话？小娘，大娘子和六姑娘回来了，正叫四姑娘呢，去寿安堂给老太太请安。你看看，这分明就是让我过去当着全家的面打我的脸呢！你就说我病了，我不去。傻丫头，你必须要去。你要是不去，那才是把脸伸出去让人家打呢。你不但要去，还要大大方方的。不管这个大娘子和明兰怎么夸伯爵府富贵，你都要装作不在意。他们要看你发狂发怒，你偏要风轻云淡，这才是上策。我风轻云淡又怎么样？不还是眼看着明兰被嫁到梁府去吗？不管这个事情有多坏，都要把样子做足。一旦外头的面皮塌了，那人人就都知道你塌了啊！今儿梁府上的人可到得齐呀，那场面我都没见过。英国公、越国公，凡是有年轻女孩的富贵人家都来了，数都数不清，有些我还不认得呢，跟过年似的热闹。吴大娘子啊，还把她家六郎叫出来，这个叫伯娘，那个叫婶娘。六妹妹，我看你这羊脂里的成色，比那次我过生日的还好些。看来这吴大娘子真是舍得，一送就是一双。吴姐姐，你喜欢，那咱们一人一只。伯爵娘子还送了我许多贵重的东西呢，我命小福薄，实在承受不了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有吴姐姐替我分担着，我也安心些。还是六妹妹会说话，人又懂事儿，这才是好姐妹嘛。四姐姐，伯爵娘子还送了我一只攒珠钗，有5颗这么大的珠子，等会儿我叫人送到你院里去。不必了，这样的钗环啊，要一筐我也有。什么稀罕东西，六妹妹自己留着带吧。四姐姐说的是，妹妹着实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只不过是见了一些伯爵、公爵家的世子们和姑娘们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真是该打。看来我得多跟伯爵娘子多亲近亲近，也好学学高门豪族的规矩，长长见识。哎，你今天怎么说话这么灵光？伯爵娘子说我只会打马球，其他的一塌糊涂，让我跟着她多学学说话呢。祖母恕罪，墨儿身体不适，先回房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回来，坐下。你本不想嫁入伯爵府，又何必闹这么一出呢？只是为了气气墨兰和林小娘。本就是吴大娘子盛情难却的事儿，又不是我本意想去的。他们1个2个都来为难我，既然他都打到我脸上来了，我也不能白白挨打。这可不是你以往的做派。墨兰私下里欺负你了？没有，都是我们小孩子的事儿，祖母不用理会，您就好好端坐着，让我伺候您一辈子就行。胡说，不许说这些话。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，摔个跟斗，连门都不敢出了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洪文是个贴心的孩子，今天又送了
你爱吃的果子，说是他亲手做的药膳，对身子有益。你瞧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嗯？祖母不逼你，啊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自己想通了，比什么都强。嗯。一朝花开傍柳，寻香无觅庭后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